類在馬里亞納海溝最深處發現了一隻塑料袋，它出現在海面以下10898米，在這裡陽光永遠無法抵達，就連魚類都銷聲匿跡。可一件可能只被人類使用了幾分鐘的塑料製品，卻穿過了整片海洋，提前抵達了一個人類至今仍未完全認識的世界。而這還不是馬里亞納海溝最反常識的地方。繼續沿着這條海溝向下，你會發現熟悉的海洋正在一層層消失。魚類在大約8000米後突然絕跡，但生命並沒有停止。人們以為最深的海底應該絕对安靜，科學家卻在那裡聽到了精鳴、地震、颱風和船舶的聲音。我們以為海溝只是海底的一道低洼，它實際上卻在不斷吞下海水，連同整塊古老的海洋地殼一起送往地球內部。馬里亞納海溝真正震撼的，從來不只是深，而是越往下越違背人類對海洋的直覺。馬里亞納海溝並不是海底的一個洞，它位於西太平洋馬里亞納群島以東，是一條沿着板塊邊界延伸的巨大弧形溝槽。而這條海溝最深的區域叫做挑戰者深淵。2021年，研究人員利用載人潛水器上的高精度壓力數據，重新計算了這裡的深度。結果顯示，挑戰者深淵目前確認的最深點位於平均海平面以下10935米，誤差約為正負6米。這個數字究竟意味着什麼？珠穆朗瑪峰海拔約8849米，假如把整座珠峰從海平面處切下來，再垂直放進挑戰者深淵，山頂上方仍然覆蓋着超過2公里的海水。人類已經有数千人登上珠穆朗瑪峰，但真正到過挑戰者深淵底部的人，直到今天依然屈指可數。更反常識的是，我們至今仍然很難給馬里亞納海溝一個永遠固定的深度。人類能夠把探測器送出太陽系，卻還需要一次次回到這裡，重新確認地球最深的地方究竟有多深。而在挑戰者深淵底部，水壓超過海平面的1000倍。那並不是來自某一個方向的重壓，而是整片海洋從四面八方同時擠壓過來。普通物體中的空氣會被迅速壓縮，潛水器的耐壓艙只要出現微小結構缺陷，就可能在極短時間內發生災難性的內爆。可就在這種幾乎能摧毀一切機器的地方，生命依然存在。2017年，日本海洋研究開發機構在馬里亞納海溝8178米深處拍攝到一條深海獅子魚，它的身體柔軟，皮膚近乎透明，沒有厚重鱗片，也沒有人們想象中的可怕外形。它更像一團在水中緩慢漂浮的白色膠質。但從這個深度繼續下降，直到接近11000米的挑戰者深淵，人類始終沒有發現可靠的活魚記錄。因為許多深海硬骨魚會在體內積累一種叫做3甲胺氧化物，也就是 TMAO 的物質。生活得越深，魚體內需要的 TMAO 通常越多。研究人員根據深海魚類體內 TMAO 濃度隨深度上升的趨勢推算，硬骨魚能夠承受的理論極限大約就在8200至8400米附近。所以在馬里亞納海溝中，越接近地球最深處，越難看到人們想象中的大型海怪。不是因為那裡不夠神秘，而是因為魚類這種已經在地球上演化了數億年的身體結構，也無法突破海溝最後2-3公里的壓力。但魚類消失以後，生命並沒有跟着結束。在接近11000米的海底，科學家仍然發现了端足類動物，它們看起來有些像小蝦，身體半透明。它們讓身體內外保持接近的壓力，再利用特殊的蛋白質、細胞膜和代謝機制維持生命。這裡也生活着大量肉眼無法直接看見的微生物。過去，人們曾認為海洋最深處應該是一片極端貧瘠的荒漠，因為那裡沒有陽光，無法進行光合作用。但真正的測量結果卻再次違背了直覺。科學家在挑戰者深淵的沉積物中發現了非常活躍的微生物碳循環，部分海溝底部的微生物活動甚至比周圍更淺的深海平原更強，原因可能正是海溝的形狀。馬里亞納海溝不是一片開闊平坦的海底，而是一條狹長而陡峭的凹陷。上層海洋中死亡的生物、排泄物、浮游生物外殼和其他有機碎屑會像緩慢飄落的雪一樣向下沉降。這些物質落到海溝斜坡後，還會在重力、地震和海底滑坡作用下，繼續向最低處匯集。
而恰恰因為這裡是整個地形的最低點，才讓有機物更容易聚集，並養活一個規模不大卻持續運轉的深海生態系統。而馬里亞納海溝最令人不安的反差，仍然是那只塑料袋。1998年，日本海溝號遙控潛水器在馬里亞納海溝10898米深處拍攝到一件塑料袋。後來研究人員整理30年的深海影像資料，確認它是數據庫中記錄位置最深的塑料垃圾。這只塑料袋為什麼能夠到達那裡，我們無法準確還原。它可能被河流帶入海洋，隨後附着生物、泥沙和其他物質，密度逐漸增加，最終開始下沉。所以這只塑料袋最令人震撼的，不只是它出現的有多深，而是它改变了我們對遙遠的理解。人類至今沒有完整繪制全球海底，絕大多數人一生都不會真正見到深海。可我們制造的材料已經進入這些我們尚未認識的生態系統，在地球上似乎已經很難找到一個真正與人類隔絕的地方。我們甚至還沒有給那裡所有的生命命名，卻已經先把垃圾送到了他們身邊。